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是跟大家更新一下最近一些仙福王国他们匹配出来的结果如何，也是顺便讲一下他们的外交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才做影片的原因，我不想要太早做影片，然后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先给大家知道，今天我们会讲几个部分。首先就是有关于现在 KVK 已经匹配成功的王国，有哪一些是匹配失败了，并且接下来会有哪一些王国他们即将也会开始报名 KVK。所以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要认真一点了。欢迎大家来到万国觉醒的新闻频道，我是您今晚的主播议员。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报道一下关于万国觉醒 KVK 的一些新闻。首先，第一个匹配成功的地图就是不列颠之王。你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两个先锋王国，就包括1875还有1365。那1365的情况是因为他们前阵子就说了，他们会把自己的王国玩家保持在100人左右，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这一次 KVK 有配件3299跟他们在同一个阵营的原因。同时间，这里还有包括另外一个最强辅助王国1818。这里我们稍微看一下数据，如果是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其实1365阵营会稍微强一点，但是之前也是讲过嘛，他们那个击杀呢可能是虚数，因为他们是一个很旧的王国了，可能击杀会偏高一点，也算是比较正常的。但如果我们是要跟着数据上面来看的话，其实1875跟1818阵营，也就是上面跟左手边合作会比较合理一点，如果是从数据上来看的话。但是我们要考虑到1365他们在上一场 KVK 遇到的敌人是3308，然而1875他们在上一场 KVK 面对到的敌人就是1316的那张地图，其实他们是没有跟对方打起来的，而且那一张地图他们是 free for all， 实际上1875并没有耗损太多，所以严格来讲1875他们拥有的资源加速会比起1365还要更多，再加上1365他们离开了大多数的玩家，所以我觉得就算不是上和左合作也好，上和右合作其实也是公平的，就要看他们怎样去选择队友而已。当然这个只是我的看法而已。然而来到了他们真正外交的时候 drama 就来了。这是一位观众他发给我的公告，那么从他这个公告里面所提到的 US 在诺森布里亚来讲，这个邮件发出来很大可能就是1875那边所写的，因为在诺森布里亚也就只有他们一个王国在那个阵营而已，所以没有其他王国会发出这样子的邮件了。那么这封邮件的内容主要是说到他们的外交是已经谈判结束了，这里就宣布说他们诺森布里亚也就是1875会跟麦西亚1818阵营那边对上威塞克斯，也就是1365，再加上左手边的阵营里面就包括1212、2715、2914。同时间这边也是跟大家交代一下他们外交的过程发生的一些事情和背景。刚开始的时候1365王国他们表示想打一个 recovery KVK， 就是讲他们要休息，毕竟你可以想象到他上一场 KVK 就是跟很强悍的3308对抗，所以他们要休息是可以理解。但是在这种 recovery KVK 呢，一般都是会受到玩家谴责的。你们可以看上次1316的 KVK 就知道了，当他们宣布说要 recovery 的时候，差不多全部玩家都在骂他们。那么如果他说要 recovery KVK 的话是 OK 没有问题的，可能他们可以取消 KVK 还是怎样。但是同时间他又说，如果有一个好的盟友的话，他们也愿意去打这场 KVK， 所以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意图说得很明确。那么这里他没有说到很详细的内容，但其实有一些玩家跟我透露了他们在外交的时候1365的态度是如何的，所以我这边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在他们结盟的过程中，1365是派出了 Hades 来谈判，就是说要跟谁合作，又或者是宣布他们自己的立场。然而1365他们说了自己想要 recovery KVK 之后，就像1875所说的，他们接着又讲，如果有一个好的队友的话，或许他们会考虑。但其实它里面详细的过程里面是讲到，他们不想要跟左边又或者是跟右边合作，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说他想要跟1875合作。但是你们可以去理解他
他所说的话，假设说他不想要跟左边，也不想要跟右边合作的话，他会想要跟谁合作？就只有3个选择，他2个都不要，那唯一的选择就是1875。他明明想要跟1875合作，但是他不要明确讲出来，就是等你去认可说，哦，原来你1365想要跟1875合作这样子。因为如果他真的说出来的话，会觉得说，哇，1365太无耻了吧？但是这句话不是从他口中说出来，而是在外交群里面其他的王国说出来的话，就不是他的问题了，而是你们觉得1875想要跟365合作而已。这个就是说话的艺术，各位可以学起来。接着我们继续回来讲这个邮件。那因为上一次1875他们已经经历过了1365那一个 KVK 说他们想要种田的情况嘛，因此1875决定拒绝像上一届 KVK 那样去打1v6的 KVK， 又或者是大乱斗 free for all 的那种 KVK， 因为那一种 KVK 真的太心累了，而且1365随时可能在背后偷袭，所以可以说1875他们是已经有 PTSD 了，因为他们在黄庭的时候就是被1316在背后捅屁股，所以他们决定跟麦西亚合作。麦西亚就是左手边的那个阵营1818。接下来无论1365他们决定是想要种田，又或者是随便打拿一下击杀，还是真的想要打一场真正的 KVK，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好，他们都要做好战斗的准备。在人数活跃度方面，对方阵营的人数比我们多，而在当前有防止代打系统的 KVK 里面，人数优势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我之前所说那个代打封锁账号的事情啊，就是那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是没有办法用这么多的代练了。如果365最终决定要完成种田的 KVK， 你们中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不爽，但是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来主导和决定我们怎么样去玩这场 KVK。 我不希望上一届 KVK 发生的那些恶心的事情在这一次的 KVK 重演，比如1365嘴上说要 recovery KVK， 结果等他们进入黄庭大乱斗的时候，他们突然插一脚。要是这样子的话，这就变成一场永远打不完无休止的战争了。所以即使他们打算种田，他也希望每个人至少都把所有弹出的礼包都买满。他们无法预料 KVK 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他们打着打着就改变主意了，这样一来他们所有人都能随时保持最佳战斗状态。这个就是来自1875的邮件。接下来就是说争议的部分，当然1365他们又说自己想要种田 KVK 呢，就受到大家的谩骂，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哇，如果你之后不想要打 KVK 的话，你就可以以种田为借口，就说我想要种田，我不想要打 KVK， 然后也不取消这一次的 KVK 匹配结果，指所有的王国，让他们没有办法取消，让他们没有办法在这场 KVK 达到平衡的 KVK。 关于这一点，你们在讨论区就已经可以看到了，他们已经开始在嘲笑1365了。那同时间1875这里也是有受到一些嘲讽跟指责，因为他们觉得说1875他们直接决定了自己想要和1818也就是左手边的阵营合作，完全不在乎其他阵营怎么想。因为像右手边那个阵营啊，其实他们没有话语权去决定说他们想要跟哪一个阵营合作，然后1365又处于摆烂的状态，他们就直接决定和左手边的阵营合作，就有一点类似像之前2489的 KVK 这样子。所以玩家多数都是觉得说1875太过于霸道，觉得说他只是想要拿一个比较强的盟友去打1365而已。但我这边要帮1875说话，因为1365他自己在一开始也说了，他不想要左手边也不想要右手边，那当然是由1875去选择，反正他自己都不要了嘛，对不对？而且我是觉得说1875是真的有点可怜，因为他上一场 KVK 就是遇到1316的那一场 KVK 说要种田，这一次又是遇到1365又说要种田，这种死循环到底什么时候要结束？为什么他每一次遇到的都是这样子的 KVK 匹配结果？并且同时间报名 KVK 的就包括1316、1718、2563、1079也是报名了这一次的 KVK。 你们可以看到他们全部都是在同一个地图，因为他们报名的地图就是神机妙策。那么说实话，这种地图呢，通常合作的方式就只有上下对打而已啦，不然就是你上面跟下面某一个阵营合作，互相交换这样子。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对标的王国啊，就比方说像1316他们是对标水阵营，这边两边的数据是比较接近一点，当然除了战力之外啦，可以看到这边战力是比较离谱一点的。我
没有想到1718他们的战力这么高，但他们战力这么高，这两个阵营可以弥补回去啊。然后这个阵营的击杀就对标了这边的阵营还有这边的阵营，因为他们的击杀数据会比较高，所以他们必须要拿一个击杀会稍微低一点点的，他这个击杀高也可以弥补到火阵营这里，所以我觉得上下对打会比较合理一点啦。然而他们最终出来的结果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合作，有不少的玩家看到这个结果之后就觉得很失望，觉得说这一次的 KVK 1316又是 Easy KVK， 因为可以说这张地图里面比较强的阵营就有包括1316、1718、2563，但是两个比较强的王国都合作了，就变成2563他们只能拿这两个阵营。当然1079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但是你可以显然看到他们的数据是偏比较弱一点，所以大家在看到了这个外交结果之后都一致认定1316会赢了这一次的 KVK， 但是我至今为止没有看到这一场 KVK 有其他玩家投诉啦，就包括红色的那一方也没有投诉太多的问题，所以我们身为外人也不能讲什么东西，只能看他们这一场 KVK 打得怎么样了。接下来要说一下匹配失败的王国，这个王国就是1981。那有一些玩家说1981他们根本都没有报名 KVK， 又或者是他们逃走了。那事实上你们可以去点开他们报名的剧本，如果你们有账号在这个王国的话，其实他们是已经报名了神机妙策，但是这边系统显示说他们匹配失败了。因为我看到有一些玩家说1981他们逃掉了，他们不想要跟1875打，也不想要跟1316打。事实上并不是，他们想要打 KVK， 但是其实他们好像是没有打算要选择英雄战歌，这个我听说而已啊，这个不确定啊。因为跟我爆料的那个主播说，其实他们打过很多次英雄战歌，他们不想要再打英雄战歌，所以才选择了这个神机妙策的地图。没有想到官方是把他们排除在外，其他王国都已经匹配成功了，就只有1981没有匹配成功而已。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如果你们点开那个地图查看的话，其实1981他们是属于金色先锋王国的。金色先锋王国在这种偏 A 等级的王国去匹配的话，比较大可能是很难匹配成功的，因为在1316的那个地图里面呢，就只有银色先锋而已。所以如果1981真的是报名了这个地图的话，很大可能他们是没有办法匹配成功，又或者是他们没有队友，在地图上面也会比较不平衡，所以匹配失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那么最后来说一下有哪一些王国并没有报名这一次的 KVK， 这里就有包括2359、3308、1606、2489、3672、1093这几个王国是没有报名这一次的 KVK， 其中1093、3672、2489他们没有报名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刚结束 KVK， 那2359、3308、1606这几个王国他们下一次就必须报名 KVK 了，但是2489、1093、3672他们可以选择要跳过或者是一起报名。我个人是觉得说1093可能会跳过报名，因为目前1093还是有一点难搞啊，他们王国如果是计算8000万战力以上的玩家还有181位，所以如果他们要缩减自己的王国要变成一个联盟的话，可能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慢慢的让玩家移民离开，同时间他们也是要招募一些他们想要移民进来的一些玩家。但是如果之后他们真的有很多玩家移民离开的话，估计他们的击杀会降低很多，可能会变成大概3兆左右，或者是更低2兆多左右，所以就看之后1093这边怎样处理啊。2489是肯定要报名啊，毕竟他们上一场 KVK 都没有打架，他们要无聊死了。以上就是关于这一次 KVK 报名的新闻报道，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呢？当然如果有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今天的新闻到此为止，我们下个视频再见。